大家好，我是 Feather， 欢迎回到我们的语境书画 Feather Sphere。前几集我们聊了宋美龄的基本情况，她的旗袍哲学和饮食喜好。大家也知道她一生住过的那些传奇地方，上海的老宅，南京的官邸，庐山的美庐。大家听完可能觉得，这顶级贵妇的日常不就是流水的豪宅，铁打的排场吗？但今天咱们不聊八卦，来聊点硬核的。她挑房子、坐车子，甚至连薅头发的细节，到底是怎么让她稳稳当当活到106岁的？我最近抱着这本破译宋美龄长寿密码猛啃，死磕了其中关于住、行以及她独特的私人微习惯这一大段。我发现，这位跨越了3个世纪的养生天花板，其实是个妥妥的硬核细节控。今天，我就用大白话加点幽默自嘲，帮大家盘盘他那些外人看是排场，内行看是续命的住行长寿经。一、住的哲学，不仅要闹中取静，还要把环境薅出羊毛来。咱们先聊住。书里有一段详细讲了他抗战时期在重庆城外的黄山别墅。当时的重庆，那可是出了名的雾都加火炉，夏天热得像桑拿房，一年到头见不着几次太阳，空气潮湿的能凝出水来。宋美龄从小在上海和美国长大，哪受过这种罪？结果直接被逼出了严重的宿疾，慢性荨麻疹。那种奇痒无比、红肿连片的滋味，真是一痒毁所有，高冷贵妇一秒变痛苦表情包。官邸里的西医们天天抓耳挠腮，最后只能靠打美国进口针勉强压制。这时候，大名鼎鼎的民间神医张简斋登场了。这位神医有个怪癖，白天雷打不动地躺在竹榻上抽鸦片，晚上才开门接诊，人称昼伏夜出的怪咖。宋美龄本来是100%信任西医的，但在养不育生的折磨下，也只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神医请上了山。张简斋一搭脉，淡定地说：“夫人，你这是胃瘫，成脓就不好办了，但我打包票，3剂草药，大病可愈。”结果真就3剂苦的让人怀疑人生的中药下去，宋美龄的胃热消了，咳嗽好了，连多年不犯的胃病也被顺手断了根。为了感谢这位救命恩人，宋美龄不仅没有计较他的鸦片瘾，甚至还暗中派武装警察在他药局门口站岗保护。这场经历让宋美龄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人再硬气也熬不过环境。于是到了台湾后，他在住上更挑剔了，简直是个骨灰级选房大师。搬到阳明山行馆后，他发现这里有天然温泉。随行医生一查，哎呦，这泉水里含有碳酸盐和微量的氡元素，对骨质疏松、神经衰弱和他最头疼的皮肤病有奇效。宋美龄一听，这不就是大自然免费送的贵妇级医美和高端水疗吗？于是他立刻开启了硬核打卡模式，给自己定了一套雷打不动的规矩，每天坚持3到4个小时的温泉足疗。他甚至还把泡脚总结成了一套4季顺口溜：春天泡脚，开阳固脱；夏天泡脚，可除暑气；秋天泡脚，润肺疏肝；冬天泡脚，温暖丹田。瞧瞧，普通人泡脚是心血来潮，他泡脚是当成主线任务，甚至写成了打卡攻略来做。后来搬到士林官邸，一住就是好几十年。为什么在一个地方住这么久？因为环境稳定。他在这里的作息规律的像一台精准运行的瑞士手表，几点起床，几点用餐，几点散步，几乎分毫不差。这种高度的稳定感和安全感，直接给他的免疫系统打造了一个刀枪不入的金钟罩。反观他晚年搬到美国纽约曼哈顿的高层公寓后，因为上下电梯极不方便，他原本每周去教堂听经的习惯被迫中断，只能在家读经。生活环境一变，习惯跟着断档，他的精气神确实大不如前。这就告诉我们，高级的养生不是给自己疯狂加戏买高价保健品，而是像宋美龄这样，找个安静舒适的好地方，然后把环境里的养生资源薅到极致。2. 行的艺术，把被迫营业改成有氧打卡。接下来说说行，一提到宋美龄出行，大家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前呼后拥、警卫成群、
坐着高级轿子或者私人专机，简直就是旧时代的顶配排场。有人可能会酸，天天被人抬着走，四体不勤，连步都不愿意跑，这也能叫养生？哎，还真能。宋美龄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她能把最讲特权、最讲排场的事情，偷偷改造成最硬核的健康管理。书里揭秘了一个神级细节，宋美龄晚年去美国时，向当地的营养学专家请教，接触到了一个当时在中国还很超前的概念——有氧运动。换做普通老太太，可能就跟着大操场去跳广场舞或者暴走了。但宋美龄是谁？高冷贵妇怎么可能去大汗淋漓的跑步？于是她回台后，直接对自己的轿夫班下达了全新 KPI。她要求轿夫们每天饭后，尤其是晚饭后，抬着她到海边或者茂密的树林里空转一圈。表面上看，老太太是在坐轿子兜风，显摆身份。实际上，它是利用轿子在山路上的颠簸和起伏，配合车外极高浓度的负氧离子，来进行被动型肠胃蠕动和呼吸调节。它用这种优雅到极点的方式，代替了之前一直依赖的减肥药，直接把被迫营业的出行变成了日常消化打卡。不得不说，这波操作，轿夫流的是汗，他排的是毒，实在是高。而且，他对出门的时间挑剔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他坚持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之间才肯挪窝出门。蒋介石每天天刚亮就喜欢去清晨散步，还经常拉他一起。宋美龄直接丢过去一个白眼，顺便从中国古代医书里翻出一句狠话：没有太阳不锻炼。他的理论是，大清早的时候，树木积蓄了一夜的二氧化碳还没散去，地表的湿气和污染物重得要死，这时候出门不是养生，是当移动吸尘器，必须等太阳升起来，把地面的污染物质晒散了，才是出门的黄金时间。夫妻俩为了清晨散步好还是太阳出来好这个问题，天天神仙打架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除了时间的讲究，他的安全出行网络更是严密的像个隐性解压舱。车队怎么编排，路况怎么提前打点，甚至连喝一口水都要有人事先尝过。从世俗角度看，这是怕死，但从心理学和养生学角度看，这帮他过滤掉了日常生活中99%的意外、尴尬和心理应激。他一辈子不出差错，不堵车，不生嫌弃，这种极低应激、极低心理压力的状态，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级的护脑和控糖绝招。好了，盘了这么多，咱们来做个总结。养生的本质是把好习惯无痛的嵌入生活。宋美龄的长寿真的不是靠什么家里有矿，天天吃人参燕窝堆出来的，事实上她后来自己也承认，久服人参牛奶等大补之物反而导致体质下降。她的长寿密码拆开来看，其实是一套无痛环境长寿学。一、住不仅要安静，还要主动发掘环境里的长寿红利，比如阳明山的温泉。二、行把每一个不得不完成的日常任务，比如坐轿子、出门，通过调整时间和方式，无缝切换成对自己身体有益的有氧打卡。三、细节把微小的健康适用的习惯变成像呼吸一样自然的肌肉记忆。它给我们的启发其实非常接地气，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额外去吃什么苦，去遭什么罪，而是像他这样，换个聪明的方法，把健康悄悄地缝进你本来的生活里。这一集我们就先聊到这里。下一集，我想继续带大家死磕这本书，聊聊宋美龄的养生八法。我们已经把住和行聊透了，她当年为了控制体重，天天测体重，顿顿吃美式青菜沙拉的狠劲，绝对能让现代每一个减肥党直呼内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点意思，或者对你的生活有一点点启发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并转发一下频道。我是雨静，咱们下集见。